若说到底是何人对这名负心汉恨得想他断子绝孙，任鹏飞想来想去，觉得齐宣最有可能。至于为什么要5年之后才出现报复，也许是那时的他拥有了足够报仇的能力。在谷底，野人的长相掩盖在须发之下，看不清他的脸面，只能通过他的手脚猜测年岁，大概也就20多，又可能是谷中常年没有日照，气候偏凉，皮肤才会如年轻人般细致光滑。不过那时只是他的猜疑，可听了方才鬼婆婆的一番话，他觉得80%是了。鬼婆婆想这个孩子死，却没有亲手杀他。任鹏飞认为有几个可能：一是当时的鬼婆婆心中还存有几分良善，下不去手；又或是见到这孩子便想起自己可怜的亲情，不忍。还有一个可能，这孩子长得像负心汉，正可谓爱之深，恨之深。不知怎么，任鹏飞蹙着眉，低头瞥了眼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。他想到，既然鬼婆婆想那负心汉断子绝孙，为何又让别人给她的孩子留种？不，也许鬼婆婆根本不会让这个孩子活下来。想到这个可能性，任鹏飞手扶上肚子，抬头望天，静静合上眼。若真是这样，算是让他省去思虑日后怎么处理这个孩子的问题了。不管如何，任鹏飞进来时只带着任成飞，出去时也只会带上任成飞。时间一天天流逝，任鹏飞的身体也越发难受。本来还好，只是有些反胃体虚，现在每日清晨他都在一阵呕吐中清醒过来，其实饿得头晕眼花，可一往嘴里塞东西，保准连胃酸都吐出来。不止如此，他腰胀酸得厉害，每次干活弯腰，他都觉得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走得急些，便眼前发黑，全身冒冷汗。现在基本是走3步停下，扶住东西喘一喘。鬼婆婆把什么都看在眼底，眼底的轻蔑越来越浓。在某日吩咐任鹏飞去给大片的苗圃拔草松土，见他直冒虚汗，身子一软，倒在泥土上缓气时，走过去踢踢他的脚，示意他赶紧起来干活，别耽误时辰，还有一堆活等着他去干。快点起来，再这么拖拖拉拉，今天的活可干不完。任鹏飞还是全身无力，但仍咬咬牙坐起来，用衣袖擦去头上的冷汗。他现在穿的是雅姑从外头带进来的衣服，跟他以前穿的衣服不可同日而语。麻衣短褐，分明是庄稼人的打扮，可比起自己那件早穿臭的衣服，他宁愿穿现在这身。喘了一口气，任鹏飞拍拍身上的泥，站起来看鬼婆婆转身就要走，他问道：婆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走路。其实任鹏飞已隐隐猜出大概，可就是不想承认这个事实。他觉得还有其他可能性。鬼婆婆脚步一停，侧身递他，突的诡谲一笑：很正常，人子初期都是如此，你算好的了。有些女子为此能丢掉半条命，终日躺在床上灌汤药。任鹏飞无言，鬼婆婆似乎起了兴致，索性正身面对他：怎么这么快就收不住了？别忘了，你可是男人，这些事情可是每个女子都要经历的。有的怀胎之时受的苦难比你现在还多还重。不止如此，还得承受男人们的另结新欢。任鹏飞突然抬眸看了他一眼，鬼婆婆又回过身去，朝屋里走去。别以为我会体谅你，你们这些男人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快给我干活去！
弯腰拿起锄头，忍住袭涌上来的晕眩。任鹏飞咬牙继续松土。鬼婆婆说得对，若是没有切身体会，根本无法理解这种苦楚。在她以前的观念里，怀孕生子不就是肚子里多个人，时间到了就出来了，却没有多想过这段期间怀孕女子的身体会如何。想起鬼婆婆曾经身怀6甲，长途跋涉，中途也不知道遭过多少罪，后来连心爱的人都背叛于她，身心打击双重折磨下是怎样的痛苦。所以她要报复，不仅仅是让那个负心人断子绝孙，还要让天下男人也承受这份折磨。任鹏飞手心直冒冷汗，他索性放在衣襟上抹了抹。曾经对鬼婆婆说过他没负过哪位女子，现在想想就莫名想起怀宁潋滟秋水的双眸之下悠悠的光芒。怀宁是名妓，是他的红颜知己，更是个聪明的女人，知道他不愿背负更多的责任，就从未说过任何祈求的话，这也是他为何会同他在一起这么久的原因。他只是个男人，不是神仙，背负爹娘留下的杜鄂城，还要全心全意照顾任成飞，已经够让他操劳烦心，便不想再牵扯过多担子，所以时至今日仍然孤家寡人一个。即使有过成亲的念头，也下意识地想找门当户对温柔可人的女子，但从未动过把怀宁娶回来的念头，所以他现在算是罪有应得。任鹏飞擦了下手心的汗渍，然后摊开手掌看了一眼，上面还是沾着汗液。明明觉得全身虚冷，为什么会不停冒汗？任鹏飞抬起酸硬的腰，可才动一下，眼前顿时一片黑暗，还没多想，人便仰天栽倒在地上。尽管话是这么说，但鬼婆婆明白，任鹏飞的身体并不像一般的女子，熬过前几个月基本就好得差不多了。她的反应越来越强烈，体质也越来越差，每日给她把脉，总能感觉她的脉象越发贫弱。就算不在乎她的身体，毕竟是第一次动手在活人身上实验，鬼婆婆还是想让孩子生出来。可她现在的情况，能不能熬过怀孕阶段都是个问题。逆天而行果然不是件简单的事，即使任鹏飞真熬不过去，可能鬼婆婆最多也就这么感慨一句。或许是任鹏飞根基扎实，配合鬼婆婆的药，硬是撑过了6个月，只不过身体差不多被掏空了一半。从第一次昏倒之后，任鹏飞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，8块分明的腹肌逐渐化去，变成软如面团的肉，逐日鼓起。不知道是药效作用还是什么，不消2个月，他的身体如同炮仗一般，整整长了1圈，哪个地方挨上硬物都如万针扎肉般疼。偏偏木板床嫩得坚硬，躺在床上能让他咬烂下唇，可下床也不行，撑着走没2步，肯定栽倒在地上，然后痛得满地打滚，恨不能就此死过去。任鹏飞很多次都觉得自己熬不过去，但鬼婆婆事先放过话，她死了，他弟弟任成飞也别想活，所以他硬是咬牙撑下来。鬼婆婆见搬出他弟弟如此有奇效，索性开恩施针，弄醒昏睡好几个月的任成飞。任鹏飞大喜过望，虚弱地跪在弟弟床边，小心挡住下面的臃肿，并努力扶住除了能睁开眼睛说说话，连根手指都动不了的任成飞。任成飞经历过这一次，似乎一下子懂事许多，含泪告诉兄长，他错了，他太任性，肯定连累哥哥了。看他苍白憔悴的样子就知道了。任鹏飞一遍又一遍告诉他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任成飞很是虚弱，醒了一阵又昏睡过去。也因为他这一醒，任鹏飞对他的病情更有信心，愈加配合鬼婆婆。只不过依他的现状，除却每日躺在床上老实喝药，苦苦承受身心折磨外，什么也干不了。好不容易又熬过1个月，怀孕第7个月的时候，
任鹏飞喝过药，躺在床上昏昏欲睡，然后腿开始抽筋，他疼得满头大汗，好不容易缓过去，又被其他疼痛折磨，完全没了睡意，便心情复杂地扶着挺起的大肚子，目光有些涣散地望向窗外，却发现鬼婆婆的身影在院外一闪，匆匆消失了。以为是谷中发生了什么事，待鬼婆婆端药给他时，忍不住多嘴一句。鬼婆婆冷地他半晌，蓦地抬起他下巴，阴厉地丢下一句：长成这样，看来你真是个祸害。任鹏飞自然莫名其妙，在谷底待了这么些年，也没见他想出来过。你一进去后，他就开始不安分，刚才都爬到半山腰了，要不是我发现的及时，用药迷昏他，恐怕现在已经出来了。半山腰，任鹏飞想象那个高度，不由冒冷汗。昏过去后这么摔下去，不死也差不多进阎王殿了。似是知道他在想什么，鬼婆婆又哼了一声：哼，真这么死了，倒是清静了。任鹏飞低头一口气把药给喝了。日子就这样，在任鹏飞咬牙切齿、痛不欲生，时不时咒骂两句老天爷的死撑下飞逝，转眼就到了临盆阶段。不知是早已习惯，还是身体突然间好转不少，身上的痛楚竟逐日减少。只不过肚子却大的让任鹏飞经常怀疑会不会突然爆开。鬼婆婆给他把过脉，在仔细检查身体过后说道：就是这2天了。任鹏飞一头雾水。什么？鬼婆婆冷淡地扫他一眼：这几日我不会去哪，你要是觉得肚子一阵一阵的疼得厉害，叫一声我就过来。说罢起身出屋，不一会儿拿进来一堆东西，在小屋内不停捣鼓。很快木头方桌上就整齐地堆放满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有药，也有任鹏飞曾经见过的那套闪着寒光的刀具。任鹏飞的视线渐渐转移到挺得又圆又尖的肚子上，一滴冷汗从额上划过，难不成他要生了？身体顿时无力，直接重重地倒在床上。当晚任鹏飞努力压抑却仍痛得发颤的喊声划破夜色的静默。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白天听完鬼婆婆的一席话，他的心思就没有平静下来过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时不时低头看自己的大肚子，想象自己生出来的到底会是个什么鬼东西。晚上食物也没吃下多少，光喝下2口冬瓜炖肉汤。为确保他能生下孩子，鬼婆婆在吃的方面真没亏待他。到了傍晚，夜还没全黑，肚子就开始疼了，有点想上茅厕的感觉。之前也这样痛过，一开始任鹏飞并没怎么在意，以为忍一忍便能过去，可是疼痛却不曾减弱，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。熬了大半宿，实在痛得受不住，才强忍着痛苦开口叫人。鬼婆婆一阵风似的便过来了，点亮油灯，在她小腹上摸了一阵，只淡淡的说了一句：要生了。任鹏飞疼得忘记鬼婆婆尤其痛恨男人碰触自己，一把揪住她的手，吃力的道：婆婆，把她弄出来。鬼婆婆用力甩开她的手，若不是看她快生了，肯定用药把她这只脏手化掉。她住在一旁，冷眼看着任鹏飞痛得全身汗水淋漓，半晌才吭声：是不是很疼啊？任鹏飞敏锐地察觉鬼婆婆周身弥漫的寒气，此刻生死全在她手上，半点不敢废话，只吸进一口冷气，眨眨眼睛，任附在眼帘上的汗珠滴落。鬼婆婆悠悠地摸上任鹏飞圆滚滚的肚子：我当是一个人，
在那间破屋子里，很疼，很疼，恨不得马上去死。任鹏飞疼得死去活来，见他兀自沉浸在回忆中，愣是不敢出声惊扰。鬼婆婆的喜怒无常、手段毒辣，他早见识过了，要不然他会在这里哼哼唧唧痛得半死吗？好在鬼婆婆也没想多久，很快便有了动静，从一处拿来几根绳子，把任鹏飞的四肢绑紧。婆婆，这是干什么？我怕你待会儿忍不住乱动。说罢，在任鹏飞嘴边递上一块软木，咬上。任鹏飞低头瞄一眼，不多废话，张嘴咬住。待鬼婆婆转身拿来了把锋利的小刀时，她惊骇地瞪大双眼。鬼婆婆一眼看穿她的恐惧，悠悠地转动手中的刀子。这次就不用迷药了，要疼就疼到底，你说是不？说完，走上来用剪子把她身上的衣服剪开，露出浑圆的大肚子。鬼婆婆在她肚子上抹上凉凉的药膏，闪着冷光的刀子在眼前直晃。任鹏飞再大的世面都见过，唯独开膛破肚，尤其是在自己身上开膛破肚，想都没想过。见鬼婆婆再次举高刀子，实在忍不住闭上眼睛，撇过头去，不敢多看一眼。过程实在不欲多想，任鹏飞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没有昏过去。即使痛得浑浑噩噩，全身冰冷，他还能清楚感觉鬼婆婆在自己剖开的肚子里掏东西，只觉里面一空，紧接着啪一声脆响，便传来婴儿啼哭的声音。听到这个，任鹏飞浑身一抖，意识顿时溃散。昏迷之前，他错觉一般听见鬼婆婆抖动的声音悲切地传来。君姐，我的孩子。这次任鹏飞真的是去掉半条命，整整昏睡5天6夜，才终于悠悠转醒。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上小腹，鼓起的圆肚子淹了下去，但还是像怀有3、4个月身孕般微鼓。不知道鬼婆婆用什么缝的，上面只余下一条蜈蚣似的伤痕。身体虚弱无力，任鹏飞仍然只能躺在床上，但此刻因为还能醒过来，他不由松了一口气。鬼婆婆过来为他把脉，淡淡道：你能醒来，这道坎儿就算过去了。只是你现在的身体比平常人还要弱些，不适合再练武了。任鹏飞愣了好久。鬼婆婆又道：你要见孩子吗？是个女孩。任鹏飞一起昏睡过去前，听到鬼婆婆喊的那一声亲亲，他张了张嘴，声音沙哑：婆婆，你能为我弟弟去骨了吧？鬼婆婆起身就走，到门口时停下来：你不要这个孩子，就留给我养，正好我也需要收个传人。鬼婆婆没有悔诺。任成飞在任鹏飞能够下地行走时，终于苏醒。任鹏飞坐在床边，让他靠在肩上，一遍一遍用手梳理他有些枯黄的头发。身体才好些，任成飞倚靠在兄长怀里，眼睛又似从前那般滴溜溜贼兮兮的在简陋的小草屋里乱转，不时和兄长搭话。哥，你知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差点被吓死，这世间怎么有这么可怕的人啊？该不会是鬼吧？任鹏飞轻拍他的脑袋，口气微重：不要乱说话，你还想再闯祸，一睡个1、2年。任成飞可爱的吐吐舌头：哥，这里不好玩，咱们什么时候走呀？等你身体再好些。无聊。任成飞扁起嘴巴，
任鹏飞正欲说什么，屋外突然传来孩子的啼哭声。任鹏飞身子一震，任成飞则好奇张望。怎么有孩子的哭声啊？任鹏飞口气有些冲，管这么多干什么？好好休息你的。任鹏飞平常对待任成飞都是好言好语，唯有被他闹得怒不可遏时，才会用这种语气说话。所以任成飞被放回床上时，不解地眨眨眼睛，回想自己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。任成飞才醒来不久，身体虚弱，尽管孩子的哭闹声吵个不停，在床上和兄长耍赖一阵，仍抵不住倦意，沉沉睡下。看着弟弟睡熟，任鹏飞望望窗外，有些心神不宁。他犹豫一阵，低头给任成飞掖好被子，朝传出哭声的屋子走去。走到虚掩的门前，任鹏飞没有进去。一来这是鬼婆婆一开始便禁止他进入的禁地，二是心里实在挣扎，有个念头鼓舞他进去看一眼，至少要看一眼。可心中又有个想法，他一点也不在乎这个孩子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，断得一干二净不是更好？就在任鹏飞的迟疑之间，孩子的哭声逐渐变小，鬼婆婆安抚的声音传出：青青不哭，青青不哭啊，娘在这儿，娘在这儿呢啊！青青孩儿，娘的心肝，娘的宝贝。任鹏飞转身离开，鬼婆婆搂着孩子，一边轻摇着低声哄，往虚掩的门瞄去一眼，回头再看看孩子的小脸蛋。甫出生时又红又皱，像只猴子，可第一眼他就被镇住，和刚出生时的亲情一模一样，手抖着把孩子背过去，上面出现的一小块胎记也一模一样。一定是亲情不舍他这个娘回来找他了，一定是。当晚的鬼婆婆热泪盈眶，再也不肯撒手。她早看出任鹏飞不想要这孩子，现在更是趁了他的意。这一回她要好好把青青抚养长大，她要给这孩子世间最好的一切。看着怀中的孩子，一滴泪从鬼婆婆眼中滴在她稚嫩的小脸蛋上。